今天的晚餐，我们来到在 Instagram 上非常有名的烧肉店——烧肉酒厂尼库马鲁春吉店。装潢美，气氛佳，有品味的食器和高品质的食材，尤其是料理的创意十分的巧妙，让我非常的期待。但它却因为一个小缺点，而成为我这趟福冈之旅最雷的一餐。吃对我来说是旅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福冈这座融合了多元文化的美食之都，得天独厚的新鲜食材，让优秀的料理人可以尽情挥洒自己独特的料理风格。让我带着你一起到福冈，来一趟属于料理之人的美食大冒险吧！尼库马鲁春吉店的装潢十分的有气氛，有别于一座一座的烧烤炉。尼库马鲁是直接在客人面前设置一整排串烧用的烤台，有点像炉端烧，看起来是蛮有趣的。然后他还帮你烤，然后烤得很漂亮，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吧？理论上啊，可是好像这边有夹子，所以我们要自己烤。他这边有给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调味料。尼库马鲁自制的调味料十分多样，且和肉类搭在一起都会产生很有趣的味道。在这边一定要试试看哦。这个是他今天的豆西的前菜，应该是牛舌下面的肉吧，我在想。我觉得可以加一点，我加了一点这个辣椒粉，12种香料弄的，是有加白松露的。我觉得加了调味料之后好吃很多。第一道是把泡过酱油的蛋黄加在厚切牛舌中，因为这是今年在 Instagram 上最流行的牛舌料理，所以我非常的期待。店员先将牛舌在烤网上来回滑动，让烤网沾上牛舌丰富的油脂。其实它可以夹一块修下油来抹就好。要不要这样才帅呀？牛舌是油脂很丰富的部位，我本来以为烤到一半会发炉，但却一直没有发生。这时我心中就感到有些不对劲。他现在叫我们自己把它拔出来，然后把它剪一半来吃。OK， 我来。这么小的事情交给我就好。这样子，然后再剪一半，要不然会咬不动。这是厚切牛舌，然后这边是蛋黄这样子，然后已经都掉出来了，所以已经无所谓了。这边完全是分开了两个。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啦。不会掉下来，我觉得才是神奇的事情，好不好？牛舌经过加热会收缩，所以切的口袋不够深的话，蛋黄一定会被挤出来。照片所给我们的期望值太高了，感觉就很烫。厚切牛舌配上酱油腌制蛋黄，它蛋黄很咸，蛋的品质很好。牛舌本身味道都被蛋黄盖掉了。可是没有想象中的好吃，我觉得我的牛舌可以再熟一点。蛋黄好吃，比起牛舌我喜欢蛋黄，可是它就是一个视觉效果很棒，然后帅哥会一直帮你烤的一道菜。看起来品质很不错的生牛肉片，好像也是腌制蛋黄酱之类的。它其实是一颗寿司，它是要这样子夹起来吃的寿司，它里面有饭，切一口放进你的嘴巴里。开饭水还不错，比起刚刚那个黑花的东西，这个还 OK。这一盘肉片都是腿肉的部分。但经过精心修切后，就分解出了风味各有特色的肉，
烧肉的部分是让客人自己烤。在看到这泡起司烤网时，我就觉得应该会蛮难烤的。果然，在翻面时比较容易粘黏，但我想应该可以用技术来克服。应该吧。星星肉，然后我加的是这个，这是什么？盐渍柠檬，它是一种盐巴去腌的柠檬，长这样子的。它不是大蒜哦，大家不要搞错，它是盐渍柠檬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它整个抹在上面，你会哭，好吗？哦，还蛮香的，味道蛮浓的一块肉。你看，我觉得炭火温度根本不够。炭火温度不够，在烤肉片时很难烤出外酥内软的口感，很有可能会毁了这些好肉。你看我的手可以摆在这就不对啦，它放不下更多炭。今天我们在烤牡蛎的时候，那个火是手没办法在那边，我衣服隔着都长，大概3秒就爆了。炭火温度不够的原因，应该是下面的炭灰太多，让空气无法流通。这种情况即使再加新的炭也无法改善。像这样薄的肉片，如果要烤香，就很容易烤得太熟。没拿不了。啊，我现在要吃什么？龟指甲。这一块肉，我觉得要沾寿司，沾一下它的酱汁好了。不好吃，太熟了。接下来的右三角风味浓厚且油脂丰富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位。但火力不足依然是致命伤，其实只要加一个网子就可以改善了，但我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最爱的肉被不适合的火力烤坏。唉，看在我难得踩雷的份上，是不是值得你帮我按个赞呢？右三角要加什么？瓦萨比。可惜了这么好的肉。我要加七味粉。接下来是看起来非常厉害、油花丰富的乐眼肉片，然后我要开始抱怨了。店员用不太熟悉的方式，试图将肉片在不是那么烫的牛肉汤中涮熟，但其实不把肉片打开是很难让折在中间的部位受热的。不过其实我也没有非常在意，但他接下来做了一件我觉得开放厨房应该要非常注意的事。没错，他把夹肉的夹子直接放在水槽旁边的台面上。虽然我觉得他只是不想让客人等太久，但对于在内场工作过的人来说，这是非常容易避免的情况。然后，对，它应该放在这里，而不是水槽边。或许你会觉得我在吹毛求疵，但我们除了要学习别人强大的地方外，也应该警惕自己可能会犯的错，即使是很小的错。粉红色的肉片配上生蛋黄和山药泥，泡在牛肉高汤中，看起来十分美味。这样，我先玩这个蛋，破了。以下是山药、生蛋黄，加这片牛肉，我希望它味道不要太糟糕。这是一个好的 idea。
吃在哪？没有惊讶。因为山药泥其实常常要跟高汤混好，它应该有，可是它没有弄好。然后它的那个牛肉汤呢，又做的不是很够咸，所以拌进去之后呢，牛肉本身的鲜味没有带出来，只剩下油。然后这块牛肉非常油，所以当它的温度不够的时候呢，就变得很硬，就很筋，很多筋，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入口即化的感觉。然后山药又把你的味蕾包起来，所以你最后吃到的是酱的味道、蛋黄的味道、达喜的味道、山药的味道、肉类。你的主角去哪里了？很漂亮，拍起来会很好看的地方。所有的 idea 都很好。一样是用乐研所制作的炒泡饭，连续的使用同样的肉，并用有些接近的方式料理，其实让我有点难以理解。至少这不是我会选择的搭配组合。这是茶泡饭。好，这个我要干嘛？我忘了。你要加东西吗？好，我会加一点点。好，它这边有这个 wasabi 跟这个是应该紫苏叶。对，我们昨天吃了很多紫苏叶，可是看到这个刀纹，我就觉得你该磨刀。我会加一点 wasabi， 放在这边。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烫熟，这个把它拌进去。没有味道。我来吃一小口它的饭。没有味道。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出动我们的调味料。首先呢，我想要加这个，这是我觉得今天最好吃的东西。可是它加完之后会变成夜市牛排的味道。这家店最好吃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只要加进去，所有东西都会像夜市牛排一样的味道，非常的香，也是非常科学的味道。所以呢，我决定加进去，加这么多。好，我等一下加一点盐好了。其实这间店的创意都很不错，食材也都很棒。如果能克服炭火的问题，还有提醒客人做适当的调味，一定会是一场很棒的用餐体验。而我再次体会到，小小的细节可能会大大影响用餐者的感受。可能因为这2天的食物都超出预期的好吃，让我忘了自己不应该抱着期待去吃饭的定责。一直河畔栏杆，听着大叔演奏着吉他，失望的心情也渐渐消散在清冷的夜空中。半夜12点走回饭店时，经过一兰拉面，这时间还要排30分钟，实在有点惊人。下一季我们要到九州的河豚集散地塘户市场，欣赏各种最鲜活的海鲜。然后和其他日本观光客一起排队买寿司。金鱼。金鱼吧。土就是河豚的白子，就是土。话说，我真心觉得他们应该设个雨天的历史区。太大块了。